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有没有试过，有时候我们非常努力了，但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？我们的内心就像陷入了一个迷宫，迷茫而焦虑。例如，你想找时间学习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摆脱忙碌的状态，但你却发现自己已经忙到了根本没有时间学习。你想通过创业赚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但没有第一桶金，你根本创不了业。其实你就是陷入闭环，导致你现阶段怎么也走不出来。为什么这样会被称为无解的事？爱因斯坦曾说，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。那如果这个层次的闭环，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？前段时间我看了本书，叫《有限与无限的游戏》。书里面指出，世上至少有两种游戏，一种可称为有限游戏，另一种称为无限游戏。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，在边界内玩；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，在和边界玩。整本书读完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其实是可以相互转换的，而这个转换的关键点在于你的认知，在于你对边界的看法。而这两种边界的本质都是认知边界，两种局本质都是认知局。你去看高手和普通人的区别，就在于高手看问题能看到事物发展的脉络，找到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关系，以及能够理解事情背后的真正规律，看到事情背后的系统层级。所以高手能看到更大的局。美国有部电影叫《楚门的世界》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导演叫克里斯多夫，他制造了一档纪实性肥皂剧，在全国范围内大受欢迎。这档剧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一个叫做楚门的年轻人的一举一动，而最关键的是，楚门并不知情。事实上，楚门从小就被送到了一个叫做桃源岛的小城，这座小城就是导演的摄影棚，里面的一切都是布置好的。楚门在这座小城里慢慢长大，而这座小城里的其他所有人，注意是所有人，包括楚门的父母、妻子、同事等，都是这档剧的演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和楚门演一出真人剧，但只有楚门自己不知道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。这座小城布满了无数的摄像头。后来楚门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想要走出桃源岛，历经种种困难，最后冲破了被导演一手控制的局，逃出了那个虚拟的世界。桃源岛是导演给楚门设的局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，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，你是不是既是那个导演，也是楚门本身呢？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破局呢？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破局思维。你只有打破了现有的局，才能看到更广的世界。所谓局，就是系统；破局，就是打破现有系统，进入更大的系统。举几个例子，钥匙落在了房间，但你要进去，你可以打电话让开锁公司来开门。没有第一桶金创不了业，现在风投这么多，可以去找投资啊。忙到没时间学习，如果生活压力不算大，可以辞职花时间来提升自己。如果生活压力大，也可以多留意工作中那些比自己厉害的人，向他们学习。工作本身就是学习。原来只有钥匙和房间，现在多了开锁公司；原来只有创业和第一桶金，现在多了投资。你发现没？原来的局扩大了，把更多可能性放进来，把局扩大，这就是破局。很多人其实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局，但往往却选择了视而不见，把问题放在那里不管。所以你得问自己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以我在香港贷款买楼为例子，当时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置业，那时候用上班数年省吃俭用的储蓄和家人的帮助下，首付50%，购入一家二手房约400多尺。但是对于那时候的我，供楼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，以我平均1月3万多月薪，每个月还需要月供2万房贷，让我一直处于紧张的阶段，更担心经济不好，失去工作，而且二手房还需装修才能居住。那时候也必须储蓄一笔额外40万左右的装修费，对于那时候的我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于是刚买来的房子就丢空在那里，我短暂时间没有能力搬进去。对于那时的我就陷入一个死循环，无论我多么努力工作，甚至额外花空余时间去兼职，但面对沉重的房贷，我根本承受不了，甚至那一段的人生也进入黑暗期。后来我发觉自己是陷入了死循环，于是开始思考如何突破现况，逃出死循环。第一种方法，接入新的链条，循序渐进的改变。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局，陷入负回圈，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养成一个可以破了此局的好习惯，比如学习，比如锻炼等等。从这个局撕出一个口子，接上一个好习惯，渐渐形成正回圈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种破局方法相对温和，因为变化并没有那么大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但真要做到也是件极其难的事，因为初始阶段往往是反自觉的。这里面有一个大的陷阱。为什么会反自觉呢？因为刚开始时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，你本来就忙，还要花时间学习，那就会更加忙，而学习又是长期才能看到效果的事，所以初始阶段就变得越来越糟。所以很多人就前脆放弃了，因为看不到效果，结果就是再次陷入到闭环中。比如跑步瘦身就是这样的逻辑，想瘦身，制定了跑步计划，但是跑了几天后发现完全没有效果，然后就不跑了。这就是这种方法最大的陷阱，把时间周期看得太短。你要明白一个长周期的概念，很多是短期感受和长期收益往往是相悖的，但你对短期感受又如此敏感，所以就会坚持不下去。关于长周期，我很喜欢贝索斯的经营观，所有只能产生短期利润的项目都不重要，无论现在赚多少钱，能够产生长期现金流的项目才是重要的，无论现在亏多少钱。另一种方法就是踩刹车，就是直接对铸币环喊停。比如你忙到了没时间成长，那就干脆辞职，花时间集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但很多人是不敢这么做的，因为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而这种做法的不确定性又太多，万一没有效果呢？所以做这种选择需要极大的勇气。成长很痛苦，但不成长更痛苦。而在当时我的情况，对于月供2万的死循环，我的处理方法有2个：一、减轻经济负担。对于一个月薪3万左右，却要月供2万房贷，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加上平时还有基本生活开销，交通费和中午外出用餐等，更不用说还要储蓄多40万进行装修。所以当时我的方法就是先和家人对二手房进行简单的粉刷和更换，淘宝上租屋简单拼装精品地板，再置入简单的家电，然后把二手房出租。最后我很短期内就把房子租给了一位上班族，虽然租金方面不能完全负担供楼需求，但也及时让我从楼奴的死循环里走出来，让我每个月的供款压力大减，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学习，赚更多钱。二、转换工作，跳出舒适区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，压力在不断的推使我前进。虽然我原本的工作相对而言，工资已经比正常上班族高一点，但对那时候的我来说，晋升机会非常渺茫。于是我就通过下班后的空余时间进行学习，并且开始投简历尝试换新工作。经历过几家公司的筛选，最后我非常幸运地进入了现在这家公司，这也让我的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幅。相比之下，这份工作对我更有前途，也更有挑战性。当我尝试换新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跳出舒适圈。三、学习额外技能，开展副业。对我来说，一份工作并不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安全感。在我认为，我们随时会因为经济环境变差，比如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疫情期间，香港旅游业、酒店业等都大受打击。我们应该未雨绸缪，在自己有空的时间建立一份稳定的副业。就算你的正职因为其他原因受到影响，但起码你还有底牌。于是就是这个契机让我开展网络自媒体创作者的道路。到了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在 YouTube 上传多个视频，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通过网络变现的方法，让我每个月都有额外的收入。而我也非常的相信，在未来我能越走越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你，除非你自己同意。我们还年轻，还可以趁住现在还有热情和勇气，去撞破现状，去触碰自己能力的边界，用最大的代价去改变未来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生命的每一天都要忙碌住为自己活，然后不断突破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局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定期在 YouTube 和大家分享自己关于财富思维、自我成长等知识，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。谢谢。好不好不再重要，过去已过去，谁能够计较所有问号？既然没答案，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。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，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。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，原来只是过程。你没有责任
就把它当成些花